商务部10号在官网发布公告，就欧盟依据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企业调查中采取的相关做法进行贸易投资壁垒调查。在中欧仍然就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案磋商之际，外界对此次调查颇为关注。11号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发布会，新任新闻发言人何永乾亮相，并就相关热点话题进行了回应。此次调查在2025年1月10日前结束。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2025年4月10日。有关调查结论将适时对外公布。新任发言人何永乾亮相首问，便对中方发起的贸易壁垒调查进行了回应。他强调，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对欧盟外国补贴条例相关做法依法依规进行调查。下一步将采用问卷、听证会、实地调查等方式，向利害关系方了解情况，确保调查公开、公平、公正。据介绍，何永乾是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兼任新闻发言人，长期从事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相关工作，具有丰富商务工作经验和良好沟通能力。公开报道显示，他曾任商务部台港澳司港澳处处长。对于这次商务部对欧盟发起的最新调查，公告显示，被调查措施主要是欧盟依据外国补贴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对中国企业开展的初步审查、深度调查以及突袭检查等调查中采取的相关做法。调查涉及的产品主要是铁路机车、光伏、风电、安检设备等产品。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调查颇具针对性。事实上，所谓外国补贴条例是去年7月欧委会才通过的新条例，主要针对非欧盟国家企业到欧盟投资以及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的情况，在违反相关规定时，不得在欧盟内部收购以及不允许参加公共招标项目。很显然，欧盟对这一条例是现学现卖。今年以来，欧盟多次援引该条例对中国企业发起调查，包括2月对参与保加利亚电动列车招标的中企进行调查，4月对参与罗马尼亚太阳能发电园区公开招标的中国能源企业进行调查，6天后又对在西班牙、希腊、法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中国风力涡轮机供应商展开调查等。观察指出，欧盟对外国资本需求量非常大，有能力在欧盟进行大型投资能力的国家主要是中国和美国，但很显然，欧方的条例针对了中国企业。一个是双方争取磋商解决问题，那另一个如果说磋商不成，那么我们也需要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维护我们企业的合法权益。反制就需要出师有名，就要针对欧盟对我们的采取的措施，我们认为它哪儿不合理，哪儿不合法，不仅能够维护我们的企业的合法权益，而且呢，也能够对于欧盟也会产生震慑作用。欧盟中国商会曾就这一条例的出台发声明，指出其不公正性，认为其赋予欧盟机构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关键定义外国财政资助过分宽泛，是针对在欧中企的系列做法涉嫌歧视性执法，对在欧中企正常经营活动和商业发展造成严重干扰。香港南华早报认为，欧方条例针对中国企业的用意明显，这是中方必须进行反制的原因。7月5号，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最长持续4个月至11月。期间，欧盟成员国将投票决定是否将其转为期5年的正式关税。目前，中欧双方正就此进行谈判。11号的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何永乾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回应。目前，中欧双方正在就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事实和规则是磋商的2大支柱。这里的事实是指双方认可的客观事实，而不是单方认定的所谓事实。实际上，对于外国企业在华倾销行为，中方一向依法应对。例如，商务部于今年初对欧盟进口的白兰地发起反倾销调查，并定于7月18号在北京举行听证会。在例行记者会上，何永乾就此事强调，商务部将在依法保障各方权利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开展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作出裁决。那么，中欧双方的市场呢，一直是高度互欠、高度依存的。可以来讲呢，中方是具有充足的反制手段的。我们现在呢，已经就其的农产品，并且考虑就其乳制产品，并且呢，也不排除会就欧方的大排量的汽车或者是飞机等相关的产品进行反制。事实上，
欧盟内部对保护主义也有不同声音，因为欧盟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对中国产电动车加税无疑将损害自身利益。据路透社对欧盟各国政府进行的一项非正式民意调查显示，总人口数量占据欧盟40%的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已表示将支持关税。捷克共和国、希腊、爱尔兰和波兰仍在就此问题进行商讨。德国、瑞典和匈牙利等国则投出反对票。按照欧盟的投票规则，如果只有40%的人口赞同加税，而反对的人口达到60%，欧盟很可能在11月之前取消对中国电动车的额外关税。观察指出，欧盟内部很清楚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不排除是借加税来推动中国电动车企业加大在欧洲的投资，但无奈中欧投资协定被欧洲议会搁置，这也让欧方想要的结果难以在短期内被看到。北约华盛顿峰会10号发布充斥冷战思维和好战言论的联合声明，大肆渲染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直接污称中国是乌克兰危机的所谓决定性支持者。对于北约的言论，中方予以严厉驳斥。当地时间10号，北约发表联合声明，再度拿所谓援俄一事对华发弹，甚至误称中国是所谓俄乌冲突的决定性推动者。美联社称，北约通过了措辞严厉的公报，明确表明中国正成为北约关注的焦点。纽约时报认为，这对北约来说是一个重大转变，因为直到2019年，北约从未正式提及中国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而且语言相对温和。但此次的声明首次对中国发出了直接警告。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还宣称，这份声明是北约对中国发出的最强信号。他荒谬地表示，明确界定了中国在俄乌冲突方面的责任。I think the message sent from NATO from this summit is very strong and very clear. 斯托尔滕贝格宣称，中国出口的设备和微电子产品是俄罗斯能够制造导弹、炸弹、飞机和用于攻击乌克兰的武器。他还宣称，这是32个北约盟国首次明确阐述这一点。对于这份宣言中充满挑衅、谎言、煽动和抹黑的涉华内容，中国驻欧盟使团第一时间予以驳斥，向北约方面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欧盟使团表示，中国言出必行，从未向冲突中的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武器，一向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包括民用无人机出口。中俄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外部干扰和胁迫。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也驳斥了北约的指控，表示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而是致力于劝和促谈。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符合国际贸易规则和市场原则，无可指责。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鼓吹中国责任毫无道理，用心险恶。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北约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持续散布美国捏造的虚假信息，公然抹黑中方，挑拨中欧关系，破坏中欧合作。香港文汇报评论称，北约各国厌战情绪高涨，近期欧洲多国选举，右翼势力大胜，这些右翼多数反对深度介入冲突，表明本国利益优先于俄乌冲突。在此情况下，北约骑虎难下，一方面称乌克兰变本加厉，提供的武器允许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范围升级；另一方面，北约试图将中国拖下水，将战事失败的责任推向中国，好减少自己的压力。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和北约官员频频炒作所谓中国驻俄论的同时，北约还不断深化与新西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这4个亚太伙伴的关系，引发法国等成员国以及亚太地区国家的担忧。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9号称，北约将与印太伙伴启动4个新联合项目，涉及乌克兰、人工智能、虚假信息和网络安全，旨在应对共同挑战。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日本一如既往表现积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启程前往華盛頓之前就宣稱，要借機鞏固北約與包括日本在內的印太伙伴之間的持續合作關係。欧州大西洋と、そしてインド太平洋、この2つの安全保障環境は不可分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各国首脳と、認識、確認し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据悉，
日本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财政援助，并向北约基金捐款。该基金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反无人机探测系统等非致命设备。日本读卖新闻引述政府人士消息称，日本和北约组织建立共享高度机密安全信息专线的工作已进入到最后阶段。外界也注意到，日本和北约的关系也不太稳定。前几年曾有媒体曝光，日本有意在东京引入一个北约办事处。据称，日本的想法是迎合北约的全球化北约战略，帮助其开设在亚洲的首个办事处。期间，日本政府还就人员配置、办公场地出资等问题给出了赞助措施，但此事最后仍不了了之。去年，法国就曾公开反对在东京设立北约联络处，主张北约应继续关注北大西洋地区。马克龙曾警告，如果推动北约扩大光谱和地理范围，我们将犯下一个大错误。德国柏林报称，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因此将军事重心更多转向印太地区。但一些欧洲成员国的利益与美国并不相符。德国商报就注意到，尽管最终妥协了，但法国总统马克龙最初拒绝在此次峰会上与日韩澳新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巴黎担心中国可能将北约与亚太国家更密切的关系解读为挑衅。81岁的美国总统拜登近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退选压力，除了被政党大佬劝退，从华尔街到好莱坞也是唱衰声一片。有民主党捐赠者警告，如果拜登不让位，竞选资金将面临枯竭。而为了挽救颓势，拒绝退选的拜登在北约峰会闭幕后举行了个人记者会。拜登的记者会定于当地时间11号傍晚6点30分举行，这将是拜登近8个月来首次单独举行记者会，也是他与特朗普的灾难性第一辩论后的首个公开考验。对于他摇摇欲坠的连任竞选来说，这将是一个关键时刻，任何失误可能促使更多民主党人离弃他。然而，寄希望在个人记者会上扳回一城的拜登，在首个问答中就犯下了口误。在回答提问时，拜登把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称为副总统特朗普。Mr. President, your political future has hung over the NATO summit a little bit this week. Speaker Pelosi made a point of suggesting that your decision on whether to stay in the race was still open. George Clooney and a handful of lawmakers have called on you to step aside. Reuters is reporting tonight that UAW leadership is concerned about your ability to win. UAW just endorsed me, but go ahead. Thank you. My question for you is, how are you incorporating these developments into your decision to stay? And separately, what concerns do you have about Vice President Harris's ability to beat Donald Trump if she were at the top of the ticket? Look, I wouldn't have picked Vice President Trump to be vice president, but I think she was not qualified to be president. So let's start there. Number one. The fact is that the consideration is that I think I'm the most qualified person to run for president. I beat him once, and I will beat him again. 当天公布的一项新民意调查显示，超过50%的民主党人认为拜登应该放弃寻求第二个任期，2%的美国人认为他应该退出竞选。当地时间7月11号，美众议院又有4名民主党议员呼吁拜登结束竞选。据路透社统计，截至目前，众议院213名民主党议员中有14人，参议院51名民主党议员中有1人公开呼吁拜登退出竞选。7月10号，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彼得·韦尔奇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公开呼吁拜登退出总统竞选，成为第1位呼吁拜登退选的民主党参议员，也是第10位呼吁其退选的民主党国会议员。韦尔奇称，他认为拜登需要重新评估自己是不是最佳的竞选人选。拜登的记者会于本周北约峰会举办地沃尔特华盛顿会议中心举行。周四是拜登忙碌的一天，在记者会之前，他的日程还包括参加2场北约工作会议和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值得注意的是，在拜登举行个人记者会前的数小时，拜登再次出现严重口误。当地时间7月11号，拜登在北约华盛顿峰会上介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错将泽连斯基称为普京总统。And now I want to hand it over to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who has as much courage as he has determination.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sident Putin. 随后，拜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解释说他的意思是泽连斯基将击败总统普京。President Putin, you're going to beat President Putin. President Zelensky. I'm so focused on beating Putin, we got to worry about it.
对此，泽连斯基出来圆场，称他更厉害一些。拜登则回应说：“你厉害多了。”值得注意的是，拜登的铁杆盟友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的态度。他10号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大赞拜登在北约峰会的演说表现优异，但拒绝表明是否希望他继续参选。It's up to the president to decide if he is going to run. We're all encouraging him to make that decision because time is running short. 近期就拜登退选一事，佩洛西已多次接受媒体访问，但依然被记者穷追不舍。10号，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在国会走廊一路追问佩洛西。To President Biden, what you said this morning. I'm not having any conversation with you or anybody else about what I talked to the president about. We don't do this, y'all. 记者的连番追问也惹恼了佩洛西。I'm not speaking English to you. I'm not going to be making any statements about any of that right now in the hallway. 除了党内的反对声音，对拜登打击更大的来自于其多年的好友、曾经的铁杆支持者乔治·克鲁尼。他在媒体上发文呼吁拜登退选。事实上，就在上个月，乔治·克鲁尼与茱莉亚·罗伯茨、芭芭拉·史翠珊等一众好莱坞明星，还曾经在加州为拜登共同主持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募集了创纪录的3000多万美元。Writing in the New York Times, I love Joe Biden, but we need a new nominee.The one battle he cannot win is the fight against time. It's devastating to say it, but the Joe Biden I was with 3 weeks ago at the fundraiser was not the Joe Big Effing Deal Biden of 2010. 而另外一位好莱坞明星迈克尔·道格拉斯表示，对乔治·克鲁尼的看法表示赞同。I think it's a valid point. I mean, I'm deeply concerned.10号当天，拜登在白宫会见英国新任首相斯塔默，而乔治·克鲁尼的相关言论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各家媒体一片嘈杂的提问声中，拜登只是笑而不语，并未回应。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由于好莱坞明星在吸金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很有可能成为压倒拜登的最后一根稻草。克鲁尼希望民主党高层出面让拜登自愿下台。他强调，如果拜登仍然是提名人，民主党将失去赢得选举和控制国会的任何机会。目前已经有大批民主党捐款人公开表示希望拜登退选。迪士尼和慈善家兼投资者吉迪恩斯坦表示，除非拜登宣布不竞选连任，否则他们不再帮助民主党筹集资金。拜登现在面临的退选压力是越来越大了。首先就是在公开场合继续失误不断，难以说服民众。比方说，在短短几小时内把副总统哈里斯说成是特朗普，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成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其次，民主党内的压力不断上升。虽然目前只有10多个民主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拜登退选，但是超过了一半的民主党人是支持换人的。那这至于民主党多位高层至今是态度暧昧，那很大程度是在考虑怎么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又设法让拜登体面退选。那最后就是金主的压力。那目前已经有相当大比例的金主是拒绝捐款了。好莱坞明星乔治·克鲁尼的倒戈只是一个代表。不过，拜登目前最大的优势只是民主党目前没有合适的替代者，因为民调显示对决特朗普副总统哈里斯的表现还不如拜登。俄罗斯和乌克兰11号各自发布战报称，战斗仍然十分激烈，而美西方仍然在拱火。美国和德国在10号发布联合声明中表示，美国将从2026年开始分阶段在德国部署远程火力。美方这一声明遭到俄方的强烈反对，俄方称将采取反制措施。俄罗斯国防部称，11号俄军击毁乌军坦克、美制步兵、战车、榴弹炮在内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设施。俄防空部队击落24架无人机、5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也发布战报称，当天前线共发生62次交战，前线局势依然紧张。俄军将主要兵力集中在波克罗夫斯克地区，并发动了24次进攻。在哈尔科夫地区，俄军对沃夫昌斯克等地区发动3次袭击，均未成功。双方在无人机攻防战方面的对抗也愈加激烈。10号，在哈尔科夫利普佐夫斯克方向，在卢格博科耶村地区，乌克兰武装部队占领了北部的农场，乌方使用了西方提供的无人机蜂群，这也是顿巴斯战场开战以来，在一个战场上使用最多数量的 FPV 无人机，达到了数百架。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日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欧盟和北约的战略在解决乌克兰冲突方面没有效果，冲突如果不结束，将会导致更多人丧生。You see the brutal attacks, you see the risk of escalation, you see the cruelty on the battlefield, and I think it will get worse. So if we are not able to stop the war, there will be thousands, tens or hundreds of thousands more people dying. 此外，匈牙利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夫10号在美国华盛顿表示，许多北约成员国确认了对乌克兰提供武装支持的承诺，但不包括匈牙利。匈牙利不会派兵，不会运送武器，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资金。不过，美西方依然在不断拱火。美国和德国10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美国将从2026年开始分阶段在德国部署远程火力。这些武器包括标准6导弹、战斧导弹以及正在研发的高超音速武器，其射程将远超欧洲目前所部署的任何陆基火力系统。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1号回应称，美德两国的举动令人遗憾，俄罗斯相关机构已提前启动制定反制措施的必要工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在德国部署远程火力，表明冷战时期的对抗和冲突等表现正在回归。